欢迎回来，环宇全世界。说到了晶片科技，当然我们知道台湾台积电啊，这个最近他们在官网的技术页面上面更新了一行文字，大家睁大眼睛去看，到底改成什么？上面文字是写着说，台积电2奈米技术已经按计划于2025年第4季开始量产。好，那这是台积电的第一个采用全环绕闸极奈米片啊，就是全环绕闸极是 GAA 啊，这个奈米片电晶体的制成节点，而在新结构中，这个闸极完全包覆由堆叠水平奈米片形成的通道，几何构造呢是能够显著的提升电磁控制力，来减少原本这个漏电的问题。那同时呢，缩小电晶体的尺寸，增加电晶体密度，也不会牺牲效能或者是功耗的效率。另一方面呢，台积电1.4奈米制成的这个工厂的地基工程，在2025年11月初也已经正式开始动工了，量产目标的时间是定在2028年。好，所以二奈米哈，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大约是头发直径的10万分之一。黄老师，这个我们提到了2奈米啊，甚至说2奈米以下哈，未来还要攻1.4啊，在研发上要突破的这个技术门槛是什么？就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哦，就是其实 GAA 或者是 MBC Fab， 就三星提出的架构，其实都讲了有一阵子。那真正做出来，并不是在研发功夫上的突破，而是在制程上有一个很明确的突破。那这跟台积电的战略很有关系嘛。那我们今天要做到2奈米跟1.4奈米，那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它不要漏电，希望它不要漏电，但是做到这么小尺度的时候，就像你的隔音材料很薄，你的声音就很容易穿过去，你的能量很容易穿透过去。在原子尺度的这种漏电上，就是来自这种穿隧行为。那台积电可以做到在制程上技术的突破呢？最重要的在于它可以做到原子级尺度的精密的加工跟制造，把它做得非常的平整，让它不会去漏电，这个才是台积电在技术上最大的突破。那回过来说，为什么台积电能够领先业界这么快去量产这件事情，其实跟 CoWoS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家一想，先进封装跟先进制程，这有什么关系？对，当时台积电的策略，你今天要用我的先进封装的前提是，你必须把握我的 CoWoS，我的先进制程。所以台积电领先业界有非常多的时间去累积很多 data set， 然后去做它的 coordination， 它做出它全部的象限表之后，它就可以很快的在制程上去提高良率，达到量产的可行性。这是台积电在整体策略跟研发的功夫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突破门槛。那您觉得2奈米在量产以后哈，因为现在看起来是指日可待的，而且是应该不会太久。如果真的进到了2奈米量产的一个状态之后，全球半导体的格局，就是半导体的竞争格局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最后它可能会开始变成某项特定的某几个专项元件，有某几个特定的公司去做。因为今天2奈米制程甚至14A 这种制程，它是属于国家级建设的，国家级建设型的一个半导体制程策略。那这个东西并不是单一一个小公司它就可以去完全支撑起来的。那这样子的制程规划下，它会瞄准几个比较大方向的，尤其是现在最主要大家去看到 AI 这个部分。那至少在 Silicon 在矽跟锗的这个体系之下，我相信它至少走5年、10年甚至15年都是没有问题。那接下来会在这个战局杀到白热化的时候，也许其他就要转型去做其他半导体材料方面，在架构上做更多的提升，因为毕竟这个材料在物理可能已经走到某一种极限了。那在工业的角度上，就是继续去拼谁可以更分工细作的把东西做出来。那另外一个策略是怎么在材料跟物理极限上进行更大的突破？对，这我们讲说台积电，其实台积电现在在除了专业的研发不断追求突破以外，哈，这几年大家知道，因为地缘战略的关系，所以呢，现在所有的厂商都得考虑地缘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台积电在全球的布局啊。2奈米量产呢，它的重点是在新竹宝山 Fab 20厂。那新竹宝山的 Fab 20厂呢，也已经进入了生产阶段啊，预计每个月会有2万到2万5千片的产能。那1.4奈米的这个制程新厂呢，是在中科。根据韩国媒体 Digital Daily 他们的报道说，3奈米制程呢会在 Arizona 的工厂提前将近1年投产，1号厂呢将会在今年就是2026的第4季开始4奈米制程的量产。
2号厂呢，在2026年第3季要开始安装设备，目标是拼2027年实现3奈米制程量产的目标。哈，当然这个台积电他们承诺，因为之前大家看到川普跟魏哲嘉2个人在白宫开记者会哈，那台积电也承诺说，在美国要建立一条稳定的生产线，甚至现在看到了他们是提前做到的。而且最近媒体也有一个报道，我记得是商周，台积电的供应商啊，也特别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未来呢，不管是材料也好，设备也好，你必须要超过一半，就是在50%是一定要美国制造的。好，所以 Russ。目前台积电告诉大家，2奈米是留在台湾，是告诉大家说，大家不用担心，先进制程还是在台湾，就算在美国的也都是2奈米以上的，好，不是最尖端的，是要让台湾的民众放心。你怎么看呢？台积电跟川普美国政府之间的斗智？请问台湾谁很放心这件事情？因为过去几年，每次政府不管是谁，前经济部长郭哲辉或别人说，将来什么什么时间，1年、明年什么时间，最先进的晶片不会在 Arizona 制产，他后来已经调票几次了，不是吗？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这个是一个 moving target， 就是说，就迟早的事情。迟早最先进的科技还是会在美国制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只要是今天的最先进科技，美国会坚持，美国会需要说，那是今天的最先进的科技，必须要在美国制产。就是在美国一定要比照办理有一套。美国不管怎么样，美国会继续向台湾政府跟台积电施压，说只要是你最先进的科技、最先进的晶片，那你一定要立刻。那当然立刻不是明天，但是美国会坚持你最先进的科技还是要在美国制产。所以以后台湾也没办法继续说，我放这个承诺说，将来几年最先进的科技不会到美国制造，不可能，美国永远不会满意，美国会继续施压。好，但是在海外设厂这件事情啊，其实它并不是说在像是这个开 7-Eleven 一样，好，在台湾这边 OK 的话，到了美国那边立刻就可以马上啊，设备、人力全部都可以找来以后，就立刻开一家分店，因为它是晶圆厂。它不是像开小七一样这么的容易的，所以如果今天台积电必须要先说服美国政府，特别是说服川普哈，在未来接下来的2年，他要让川普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啦，他能怎么样让川普知道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呢？那当然，美国是不容易的事情，盖工厂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台积电不管是在台湾、日本、美国。德国盖厂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速度是相当快，而且通常他们是比原来的 schedule、比原来的时间表还提早盖好工厂，因为台积电这方面真的是非常厉害，经验非常丰富。毕竟他们已经在台湾盖那么多工厂，硬体 OK， 那在工厂他们真的知道怎么做。对啊，硬体 OK， 软体呢？人才人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问黄老师，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才的部分是涉嫌到一个不能公开说的秘密，就是说，你问100个台积电工程师，最聪明、最厉害的工程师，好，你要选择，你将来10几年要继续在新竹、台南、高雄工作，还是你要搬到 Arizona 住在美国？小孩可以变成美国公民，至少拿到绿卡。不能说你想留在新竹还是去 Arizona？ 对不起，我知道台湾观众朋友可能我说这句话，有一些人会不满意。但是你可以这些台湾作为优秀人才，这个选择谁不想去美国了？黄老师补充一下，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人才，我觉得这跟台湾人的性格还是蛮有关系的，就是真的大家很认份、很打拼的去完成很多事情，真的是台积电这10几年，这10几年突然突飞猛进的关键要素了。但其实近几年，像欧美的各国也是有派一些人到台湾来培训这个东西，但能不能把这个文化转嫁到人才身上，
这个是目前为止的。像Justin 他们也派了一批学生到台湾开始研习，然后甚至今年也有一些那个从美国来的学生，他们就说哦，我们不怕辛苦，但我们想了解 Fab 在干什么，对，去学习这个文化，这个才是逐渐在人才上转变的一个我看到的一些方向。了解，马老师啊，这个2件事情如果跟台积电有关的合并观察，接下来请教你，就是第一个，美国政府核发年度出口许可，允许台积电持续向中国大陆台积电的南京厂来进口美国晶片的制造设备。第二点呢，就是路透在31号报道说，辉达将会积极满足大陆科技厂商所开出的需求。那陆方现在采购是200万颗 H200的晶片，预计在2026年要交付，就今年。那辉达呢，目前的库存是只有70万颗，所以呢也已经赶快接下台积电，要扩大产能。2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难得的机遇这个华补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不过要小心的是什么？对，我觉得川普还是一个这个思虑非常周密的人他会开出这些条件，包含卖，还有这个包含到南京，他可以在过去设备上控制，但现在解禁。对，他主要是川普谈一个条件，就是跟黄仁勋说你卖过去，但是我要抽25%的利润。那我觉得最赚钱的还是美国政府嘛。那当然这件事情对黄仁勋来讲应该不困难，因为他的这个 H200的毛利率是70%那再拨出去25%的利润，其实他还是赚钱的。那我觉得在未来就是说以 H200为核心的这个整个封装线，或者是整个软体的这个的生态链它会暂时出现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过去中国大陆拿到是 H20的这个晶片，它跟主流规格又不太一样，但是它现在就拿不到 B200嘛，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迷思都在什么是最先进，但是因为在科技产业速度实在太快了，所以我觉得永远没有最先进，它就是只要你1年过去就是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接下来的技术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川普这个放行，它对台积电获利一定会有增加的效果，但是台积电的主要客户非常的多，Intel、这个 AMD、高通、博通一大堆的其他的这个厂商，所以就是说黄仁勋的 NVIDIA 只是扩大了它的这个台积电生产的这个量能或需求，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还不是真正台积电就是最赚钱的部分，或者是说非得要靠这个赚钱，但是一个利多。对，所以真的，因为再加上接下来的未来几年都会是 AI 的浪潮所以你可以看到是科技厂商几乎大部分应该都是稳赚不赔的。等一下回来还要告诉你，稳赚不赔的还有一个职务就是美国总统。马上回来。